Hello，大家好呀，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在战争游戏红龙里看看小八嘎的陆自能否下课上打败他们的老干爹。在开始前呢，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双方的这个装备配置。首先呢，就是陆自的这个步兵，他们说是自卫队，但实际上装备非常的先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装甲运兵车呢，就这个89式运兵车。它的上面扛着2具这个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我记得在战雷里这玩意儿叫什么对舟艇导弹啊，就是它这个可能还能用来打一打吨位较小的船只。然后它的主炮呢是一门35毫米的连射炮，威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在支援类武器里呢，他们还有这个87式高炮，性能应该是与德国的那个猎豹防空坦克类似的。有趣的是，汉化补丁将其标注为钢坦克，我不知道它在现实中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2次元浓度爆表的外号。至于战车单位呢，陆自的主力就是这些74式战车。然后还有较老的这个61式坦克，能和老干爹的 M1 艾布拉姆斯平起平坐的呢，就是这个90式坦克，它的主炮是120毫米的这个应该是莱茵金属的炮，所以威力这方面是有保证的。而且据说这台车还有一个自动装弹机，因此在和 M1 对射的时候，它在火力上可能还会有着一定的优势。在把陆自的装备介绍完毕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干爹的这个武器配置。由于 AI 没有什么战术，就只会无脑的爆兵，所以为了提升难度，在这里我给它部署了相当数量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由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卡组里能派出的车辆较少，所以我还给他另外带了一组这个超级 M60 作为补充。至于步兵方面呢，就是大概有3个连队的机械化步兵，其中2个连队呢乘坐的是这个 M2 布莱德利步战车，剩下一个连队呢就是开着这个悍马车进入战场，但他们带的有一个名为 M47 龙的高爆反坦克导弹，射程有1500，所以这些步兵班对我方的装甲单位的威胁也是很大的。另外还给他们部署了一队这个坐着直升机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但由于 AI 不太会渗透作战，所以等下开打之后，这些家伙估计也会像炮灰一样冲击我们的正面阵地。至于老干爹的空中优势呢，我给他们部署的还有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外加 A10 这个舔地机，还有 F15用来制空。好嘞，在这儿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录像里了。可以看到本次的地图呢，也是一个较大的这么一个平原，就是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田野，适合装甲部队推进。而对我方比较有利的呢，就是在我们的家门口这块有一片小村庄。我一向是比较喜欢接运寨打呆仗，所以只要有这么一个村子，我的步兵就能发挥作用。这里战斗已经开始了，可以看到我首先呢就是派了一大堆的这个机械化步兵前往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城镇，将其占领。而左翼这边呢，也派了一小股机械化步兵，外加4台这个老过时的61式坦克，想要占领这处十字路口旁边的小村子，这样可以阻挡一下敌方部队的前进。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敌人竟然优先派出了这个小悍马，就是这个小汽车啊，跑的还是要比装甲车快得多的。所以他们是优先抢下了这片村庄。等到我的部队赶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就已经占不着啥优势了，然后他们立刻就陷入了被动。不过呢，这个小八嘎的这个89式装甲战斗车的火力还是很强的，毕竟它是这个35毫米的机炮嘛，而且还有4发这个所谓的对舟艇导弹，立刻呢就把这个 AI 的布莱德利步战车给打掉了2台，让他们陷入了一个被动的状态。而下了车的步枪排这边呢，也与敌方的这个 M1A1 艾布拉姆斯交上了火。这个 M1A1 装备的已经是120火炮了，他要是打高爆弹的话，对步兵的伤害应该还是挺高的。但好在我这个后面跟的是有这个15块钱一台的这个61式老坦克，就吸引了这个 M1 的注意力，所以他们在和步枪小队的配合下，就将这2台 M1 给敲掉了。在看到艾布拉姆斯吃瘪了之后呢，他们又派出了6台这个超级 M60。
这个超级 M60好像是升级了现代化火控，外加这个附加装甲的，所以他们的战斗力实际上是可以和一些 M1 艾布拉姆斯持平的。在这里，由于我的操作失误呢，我这后方给他们派来的这些支援单位都被打掉了，包括这些补给卡车和防空炮。为了对付这些 M60，我赶紧就叫出了2架这个搭载着陶式反坦克导弹的小鸟。但是由于我们左翼没有部署这个侦察单位，所以视野不太好，他们并没有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然后在将我们左翼的防线击溃之后呢，敌方就开始进攻我们这个右翼的主阵地了。他们派出了大量的这个 M2 布莱德利，还有这个 M1A1，企图包围我们的这个村子。但在这里，我在村子里部署了大概至少有4个步兵排。其中2个呢是这个名为富士教导团的，应该是精英步兵嘛，他们扛的这个 M675后坐力炮的射程有1500多米。在敌方的这个装甲单位接近之前呢，我是让这些步兵躲在这个村庄中心的这些建筑里，就是如果让他们一开始就在村庄最边缘的建筑里驻防的话，敌方的那个装甲单位会在较远的距离上朝他们开火。所以我是等到这个敌人的战车走进我们这个1500米的射程之后，再让这个富士教导团前往第1排的建筑，然后他们就可以成功的开火，在敌方装甲单位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将其打懵，甚至是打掉。只要我们的这个步兵班呢，它的这个无后坐力炮的弹药管够的话，敌人是很难通过机械化部队拿下这座城镇的。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这个火炮猛烈的轰炸我们这个城镇，然后再派大量的步兵进来跟我们绞肉，才有可能拿下这座城镇。但是在这里呢，我还安排了相当数量的这个补给卡车，就是往返于我们这个前线和 FOB 之间，把更多的弹药和人员给运输到前线。这个补给卡车的补给选项里有这个弹药、燃油和备件。它这个备件指的呢，就是来恢复前线单位的这个生命值，包括步兵班的这个生命值。所以就假如我们这个富士教导团被打成38个人的情况下，如果有开启了备件选项的补给卡车在附近的话，是可以将其恢复至40人的。然后 AI 在看到机械化部队进攻城镇的作战失败之后呢，他们派出了大量的步兵，就是早早的下车，使用步行的方式开始往我的这个小镇推进。后方的火炮呢，也使用烟雾弹蒙蔽了我们守军的视野。在天上呢，他们还弄了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来给他的这个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很多人一提到阿帕奇就把这玩意儿吹得特别神仙，但实际上很厉害的那个是长弓阿帕奇，白版的阿帕奇也没比 AH-1强到哪儿去。他为了打击我们这个城镇后方的坦克呢，是冒着危险推到很靠前的位置，但没想到我城里有这个步兵扛着肩扛式的防空导弹，就这样把他给打下来了。而此时在我的后方呢，也因为点数足够的原因，我叫出了我们仅有的这个3台90式坦克。可能是因为90式坦克的造价昂贵，也可能是因为它的产量比较少，所以一个90式坦克的卡组就只有这么3台车。虽然数量稀少，但只要我们的指挥合适，他们就可以在战场上立下很大的功劳。这里敌方的这个装甲部队还在一个劲儿的沿着这个公路朝着我们的村子发起攻击，没想到我这边3台90式已经抵达战场。他们的这个自动装弹机打这个120火炮的射速极快，瞬间就把公路上的这个敌方装甲车辆全部打爆。为了给这3台90式提供视野呢，我在他们的旁边还部署了一架名为忍者的这个侦察直升机，它应该是有着一定隐身外形设计的，然后它还带了4枚这个轻型的这个防空导弹，可以打击一下敌方的空中单位。在这里我让这3台90式从左翼不停地往前推进，虽然有着侦察直升机跟进，但比较难受的一点是敌方有一个步枪班躲在了这个城镇里。侦察直升机
虽然它的这个探测范围很好，但是这些步兵班躲在城镇里不开火的话，我们还是看不到的。因此我这个90式坦克遭到了这个步兵班的攻击，被打掉了一半的血，而这个直升机呢也被这个步枪班使用应该是机枪啊步枪齐射把它给打下来了。在失去了直升机的视野之后呢，我这3台90式就相当于是半个瞎子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油料此时也已耗尽，因此我这3台车陷入了一个很被动的局面。而敌方的 AI 呢，此时也开始出动大量的部队，企图吃掉我这3台90式。在公路上有这个布莱德利步战车，还有这个 M1 坦克跟我90式对射，旁边呢还有这个一个步兵排在快速的从这个田野往前冲锋，想要靠近之后拿筒子来炸掉我这个90式坦克。我赶紧就给他们下达了一个倒车的指令。好像在现实中这个车子倒车的速度也是挺快的，然后我们就使用这个战术呢，边退边打，始终就是不给敌方步兵班近身敲掉我们的机会。而此时在公路上呢，这 AI 也派出了大量我们开头介绍过的那个轻步兵，他们扛着一个1500米射程的这么一个反坦克导弹，在很远的距离上朝着我们对射。但由于我这个90式坦克使用它这个120大炮打这个高爆弹，就把这些敌方的步兵班打出了这么一个惊慌失措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使用这个导弹打的也不是很准，很难对我们造成有效的伤害。当然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台90式还是被这个步枪班使用它的这个 AT4 这个较为古早的筒子给一发带走了。打到这儿呢，我这剩下的2台90式也是弹尽粮绝，他们的主炮全部打空，我就赶紧让他们使用倒车的方式撤退。反正这个车倒车的速度也快，我们让它这样撤退呢，还可以保证其最坚固的装甲始终朝向敌人。然后在这儿我还派出了4台这个丰田补给卡车来给他们补充弹药、油料以及修复他们的装甲。而敌人这边也是丝毫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他这些扛着反坦克导弹的步兵排不停地往前冲。到了这儿呢，其实如果是玩家的话，是肯定会让他这个步兵排进入这个建筑群的。他们在建筑里开火的时候精度似乎是会更高一些，但这个 AI 就比较蠢，他们这个步兵冲到前面之后不进建筑群，就搁这儿跟我们站着对射，结果这个90式的这个120的高爆弹呢，就把他们打得很惨很惨。不过在他们的后方还是跟进了一台较为强力的这个 M1A1， 他上来之后一炮打掉了我一台90，但很快就被另一台90击中了侧面的装甲，被击毁。这个90是毕竟是使用的这个120莱茵金属的这个炮呢，所以打起 M1 是丝毫不会虚的。战斗进行到这儿呢，就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而右边这个积分面板可以看到，我的分数是这 AI 的2倍还多。然后我这边呢也是叫出来了10台这个74G 型坦克，看到敌方有一小股这个机械化部队还在试图发起一波进攻之后呢，我派这4台74G开始冲锋，直接跟他们正面对抗。这个74G 的105线膛炮也是非常猛的。然后这边有一台 M1， 你就是再先进1打10也是有点不自量力了吧。而且他此时此刻还是将一个侧面暴露给了我们，所以很快就被我方的战车给激活打爆了。然后战斗进行到这儿呢就结束了。从这个结算面板可以看出，我方大概是一个大胜的状态。虽然 AI 不会使用什么战术，但他在派出单位和我硬碰硬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出这个陆自的装备并不会占下风。由此可见，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名不副实，在扮猪吃老虎。好了，我们本期的看个乐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如果您喜欢红龙系列的碎碎念的话，还请不要忘了3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